作为一位台湾人，我在非洲骑行的路上，被一家中国的国企中国交建热情的招待，真的让我很感动。出来1个月，还没有吃过这么正规的中餐，他们帮我们准备的，还特别用保鲜膜封起来，真的是很讲究啊，看起来非常棒。他们真的很热情，招待我们吃饭，还招待我们住宿。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中国人的力量不只是在攻城，更是一种让人安心的存在。The next morning， 我相信很多台湾人跟我一样，不太了解中国交建是在干嘛的。今天很荣幸能跟这里的项目经理一起去他们的工地看一下。中国交建是个样级公司，它主要在全球做是公路、桥梁、港口、防建这些就是基础设施。我们这个项目基本上，因为我们现在施工场地在乌干达嘛，基本上90%以上全是属地工人。我们主要的中方人员主要是做一些管理，然后遇到一些当地不会的，中方人员对属地的工人会进行培训，帮他们提高他们的技能。我们一般呢都采用这样的手把手的模式教他们。刚开始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来一名中国的工长，就是中国技术人员。然后呢，一个人带个10个到15个属地工人，手把手的教。这个不属于，这个是他们政府的一个紧急修复的一个工程，因为这个桥在前年的6、7月份发大水，它把这个桥冲毁了。没有困难，因为现在对于这种修路、这种架桥的技术，在中国已经相当成熟了。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完全不知道中国交建这么牛逼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是世界排名前4的工程建设公司。这里明明是在非洲，环境恶劣，条件有限，但他们却能把营地建得这么平整、干净，还有舒适。这种把秩序带到陌生土地上的能力，真的让人佩服。或许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，依然建造出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。田经理，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我从14年2月份就到海外来进行工作了。今年是我的第12个年头在海外了。那你这样回国内的时间多吗？我们以前就是1年1次，现在基本上就是随着公司改革呀，这样子的待遇越来越提高啊。现在我们半年回中国一次，基本是这样子。那你回去一次大概待多久？一般我们是按照根据我们在海外的时间，像超过8年的，就1个月有6天假。然后像你回去，像你半年6就36天。那田总在国内有家室吗？有，我老婆孩子，我儿子都上初3了，14岁了。那这样不是很少见面吗？对呀，但是为了工作嘛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像这种就是有时就跟小孩通过微信视频啊、聊天呀、这样的跟家里经常沟通联系这样子。那谢谢田总招待我们这2天，让我们在这段旅程有这么感动的时刻。欢迎你们常来。在非洲这段路上，我本以为只是骑行的旅程，却没想到能被中国交建接待。他们离家万里，在最艰苦的地方建路盖桥，却还能给我一份最温暖的招待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中国人的力量不只是在攻城，更是一种让人安心的存在。这一段旅程，我永远不会忘。